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我们探讨了马来西亚化学领域的龙头公司 LC Titan。那么今天我们将插个队，先不说化学领域，我们来谈谈这几天股市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一直红，有哪些事情我们在未来几个月是需要注意的，和探讨股市是不是就要来崩盘了。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回顾前几天的马股。相信从我们的首相宣布 MCO 那天，股市就一片红海，直到开斋节前夕才开始有点起色。这里我们看到 FBM KLCI 马股综合指数也从4月22号的1622点一度下滑到5月6号的1555点，一共下滑了4%，然后才稍微有点起色。虽然有起色，但是我们从马股每日交易量方面来看，其实可以看到马股的交易量无论是净买入还是净卖出，都在这几天下跌了很多。那么为什么突然就股市变得那么冷清了呢？而今天我们就会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之前我们再来看看美股方面又是怎样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道琼指数在11号和12号这两天一共下滑了1190点，也就是 3.44%。纳斯达克指数更是从5月3号就一直回调到了5月12号，一共下跌了858点，也就是 6.18%。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美股下跌，马股冷清呢？是不是说股市就快要不行了呢？不要慌，接下来小编我就来给大家分析。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会有哪一些因素导致股市面临这一次的回调呢？首先，先来看我国，会不会是因为开斋节前大家套利过年，毕竟股市也会连续休市几天，人们害怕会发生不确定的事情，从而先暂时离开股市，那这是有可能的。那么第二，会不会是因为我国又重新落实 MCO 导致外资撤资大马呢？这似乎也说得通，但是相信在马来西亚的人民都知道，每一次的 MCO 都来得比上一次松，其实大多数工厂都还是可以维持运作。那么刚刚说到的两个因素都是对国内有影响的因素，那么我们又要怎样解释国外的股票也跟着下跌呢？这里我们就要把眼光放长远，到底马来西亚最近交易量走低，真的是被国内因素影响呢，还是被外围因素影响？这里我们就要来看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就是美国，他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还记得之前美国无限量宽松政策吗？大量印美钞来拯救经济，那么现在美国是不是要承受后果了呢？而这会不会就是导致现在本土市场冷淡，外国市场恐慌的原因呢？小编我将会来为大家揭晓。那回到来，首先通货膨胀 inflation 大家应该都知道，简单的来说就是东西变贵了，钱变得不值钱了。那么我们是怎样知道现在我们正在经历通货膨胀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有经常买东西的朋友们，是不是生活必需品、食物都在疫情之后悄悄的涨价了呢？至于有关注股市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乘搭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顺风车，赚了一笔呢？就像之前钢铁价格的上涨、铜价的上涨、中油的上涨和种种商品的上涨，当大家还乐在其中，在这些商品的关联股上赚了一笔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上涨的并不是商品，而其实是货币贬值了呢？而这也就是通货膨胀的征兆。可能大家会以为是基建，是需求量上升了，但是大家试想想，为什么要搞基建？是不是基建只是把印好的钞票注入市场的一个步骤而已呢？那么接下来这些钞票进入市场后，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到底通货膨胀它恐怖的地方在哪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5月11号公布的4月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比预期的 3.8% 来得高，达到了 4.2%， 创造了历年来的新高。
而这也就导致了美股当天直接开低。那么为什么一个消费者价格指数高出预期的 0.48% 就足以惊动整个市场呢？那么其实通货膨胀对股市和上市公司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上市公司的产品就能以更高价出售，这当然也会提高收入，但是同时成本也将提高，因为原产品也将随之上涨。那么真正市场畏惧的东西其实是国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也就是 contractionary policy 收缩政策。因为在这项政策之下，第一件事情就是提高利率 interest rate。 我们先来说为什么提高利率可以减缓通货膨胀。这是因为提高利率将会使人们更加愿意把钱存在银行，而且减少贷款，而这也将减少钞票在市场的流动性，这也将会导致减缓通货膨胀的效果。更简单来说，一个经济就像一个气球，钞票就是空气，那么一直把钞票注入经济里面，气球将会越来越大，而提高利率将会把原本在经济里流动的钞票回流到银行里，而气球也将会缩小。那么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坏事，但是大家还记得为什么在2020年股市会大热吗？原因就是当时美国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将利率降到接近0，热钱全部无处可去，结果全部涌入股市，导致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候股市暴涨。那么如果现在为了解决通胀问题而提高利率，那么当初全部涌入股市的热钱也将离开股市，而后果可想而知。人去楼空的股市将靠什么来支撑呢？但是我们也不必如此悲观，因为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两种想法的存在，一方觉得现今的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而另一方觉得通货膨胀将会延续。那么我们先来听听觉得通货膨胀是暂时的那方的信念。首先，它就是美联储，他们表示如今的通胀问题将会是短暂的现象，是因为疫情导致的供应链短缺现象，只要之后供应链恢复正常，通胀问题将会得到解决。那么至于 CPI 在这个月暴涨，他们也给出了解释，因为其实 CPI 暴涨主要是因为国际原油的价格。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主要暴涨的领域是能源领域，而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去年2020年的4月份，原油价格跌落低谷，甚至一度低于0，而如今原油价格已经恢复到了60多美元，所以如今 CPI 的暴涨完全是可以被理解的。而其他的商品例如食物其实都还在健康水平，所以美联储觉得现在的通胀问题只是短期现象，而且就业率还没达到他们预期的水平，所以短期内提高利率将不会是他们的选择。那么听完了美联储的这一番话，大家是不是都把心头上的石头放下来了呢？那么话别听一半，因为接下来别忘了还有中国，因为某些学者表示这是中国的阴谋。那么先不说阴谋论，我们先来看看市场是持有怎样的一个看法。如今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大量印钞票已经让通胀失去控制，而美国将会旧技重施，提高利率，然后让经济萎缩，减少通胀率。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更深的一层，是谁迫使美国只有提高利率这个方法呢？既然美联储表示这一次的通货膨胀完全是因为供应链导致的，那么世界的大宗商品的供应又被谁控制了呢？想到这里，我们就会联想到了世界工厂中国。那么中国是怎样利用这一次的通胀来报复美国的呢？这里就来分享一些小篇的愚见。其实我们之前魅爆影片中看到干散货运船的运费不断增加，就已经能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货品的需求量已经大于供应量了。就拿钢铁为例子，在这个供不应求的市场，为什么中国反而实施蓝天白云政策、碳中和政策来减产钢铁的生产量呢？不仅如此，中国还提高钢铁的出口税，这就让很多人费解了。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要用大宗商品的价格来制衡美国。这话又怎么说呢？首先，中国知道通胀是难免不了，
所以不如顺水推舟，来个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第一项，美国正在搞大型基建，而主要的原材料就是钢铁，而这也就将他们的基建成本大大提升，让他们把大笔钱花费在跟中国买原材料上。第二就是大宗商品上涨，降低美元的价值。而第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就会让美国的进口数额增加，而这也将导致美国输入性通胀，然后被逼提高利率。虽然说这一些不足以击垮美国，但是也能达到一定的制衡。那么你们觉得未来通货膨胀将会受到控制吗？然后你们觉得在今年美联储会提高利率吗？欢迎到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如果喜欢小编我分享这一类偏向经济角度的影片，请为这支影片点赞并打上666。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